刚刚新鲜出炉的时尚界奥斯卡 Met Gala， 几百位明星名流通过穿着向时尚业传奇创意总监 Karl Lagerfeld 老佛爷致敬。中国男明星王嘉尔和蔡徐坤纷纷扮成了老佛爷本人。大家觉得他们学到精髓了吗？我觉得最拼的是好莱坞男演员 Jared Leto， 他直接扮成了老佛爷的爱宠 Schubert。我不得不感叹，这红毯真是太卷了。除此之外，红毯上当然还有大量的 vintage 香奈儿。Nicole Kidman 穿着当年和老佛爷合作时的粉色羽毛裙，网友们纷纷感叹，时隔近20年，她竟然依旧能穿进自己当年的裙子。超模 Gisele Bündchen 穿的同样是自己20年前曾亲身试穿过的香奈儿古董裙，而女歌手 Dua Lipa 则是穿着1992年老佛爷为香奈儿设计的白色公主裙亮相。而红毯上的高潮时刻，则要数美国男演员 Jeremy Pope 直接用服装拉起了横幅，呈现老佛爷的黑白肖像。今年的 Met Gala 策展思路是通过 Karl Lagerfeld 的手绘稿来串起他65年的创作生涯。我看完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些手绘稿不只记录下了 Karl 的创作灵感，更透露了他人生中几段非常重要的时期和关系，以及背后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他隐秘的内心世界。很多人了解 Karl 是因为他老佛爷的称号，因为他独特的形象、犀利的毒舌、神秘的情史，以及和同时期法国设计大师 Yves Saint Laurent 寄生于何生亮的 drama 和恩怨。圈内人仰慕他是因为他永远创新、永远与时俱进的世纪劳模精神。他一年又一年的为香奈儿秀场带来新鲜的灵感，一场又一场的将时装秀变成电影般的热梦，一季又一季的同时为3个品牌做设计，一个又一个的切换他的职业身份。而我好奇的是，到底是什么让老佛爷可以成为这样一个超长待机的创意机器呢？这背后除了天赋，驱动他的还有什么？有句话说得好，驱动行为的原动力只有2个，爱或者恐惧。那么今天我将结合我在圈内听到的一些有关老佛爷的幕后故事，以及今年3月份刚刚面世的他的最新传记 Paradise Now 里面曝光的一些内幕，从他最具故事性的4张手稿讲起，带大家一起走进老佛爷那些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和他如迷宫一般复杂的内心。手稿1， 3个 Muse。 这是2021年苏富比举办的老佛爷的收藏拍卖会上卖出天价的一张手稿，名叫3个缪斯，起拍价1500欧元。你们猜最终的成交价是多少？20万欧元。你们是不是很想知道手稿上的这3个缪斯是谁？今天我们先来讲讲左边的这一位 Inès Marie Laetitia Églantine Isabelle de Seigneur de la Fressange， 名字好长，大家平时简称她 Inès de la Fressange。 她因为这段视频被中国网友称为人间香奈儿。作为世界传奇超模，法国人民的自由女神，不仅360度，就算720度都没有死角的 Inès， 和老佛爷的结盟开始于1983年的这场被时尚圈封神的秀场。当时香奈儿女士已经去世12年了，品牌正面临着形象老化、被年轻人看作奶奶品牌的风险。而老佛爷接手香奈儿之后，用3板斧传奇般的让品牌起死回生。这3板斧分别是把创新押宝在他认为比高级定制更是未来的成衣上，将香奈儿历史中曾经出现过的双 C logo 变成频繁出现的品牌符号，还有让 Inès 成为香奈儿的那张脸。在老佛爷看来， Inès 非常好的将香奈儿人格化了，他让品牌形象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 logo， 而是有了更鲜活的生命，甚至可以说她是香奈儿女士本人复活在人间的那张脸。而贵族出身的 Inès 优雅、高贵、英俊、独立、风趣，真是80年代年轻女孩梦想成为的样子。就这样，年仅25岁的 Inès 成为了香奈儿历史上的第一个专属模特，在80年代就拿到了高达100万欧元的年薪，当然条件是不能为其他品牌拍广告和走秀。然而7年后，两人却分道扬镳，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 Inès 大红大紫，她成了大众心中香奈儿的形象，甚至超过了香奈儿女士本身。也有人说，因为当时爱马仕给 Inès 伸出了橄榄枝，请她去做创意总监，刺激到了老佛爷。
还有人说是因为 Ines 结婚了，这让老佛爷觉得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随叫随到了，以及据说 Ines 的老公瞧不上老佛爷，这肯定也伤了他的心。而实际上的分手原因，据传记记载，居然不是老佛爷提的，而是 Ines 自己主动和香奈儿解约的。解约之前发生了一件事，因为当时法国政府想要邀请 Ines 作为打造法国自由女神 Marianne 雕像的原型， Ines 自然是满心欢喜。然而没想到老佛爷却是一整个震惊和不批，还说我可不想给一个雕像做造型，太俗了。在老佛爷看来， Ines 的形象专属于香奈儿，用在女神雕像上意味着向大众审美的妥协。然而 Ines 也不想成为任何一个人的影子，于是在接下来的秀场，老佛爷给本来一场秀要穿好多身 look 的 Ines 只安排了一个非常靠后的 look。 Ines 震惊之下主动找律师和香奈儿解约。老佛爷对此表示，我祝他好运，只要我以后再也不用见到他以及听到他的消息。我能理解老佛爷的愤怒，可能出自一种自我保护，也是为了让自己不因为失去 Ines 而受到伤害的一种自我防御吧。但在外界看来，这件事并没有困扰他太久。很快他有了自己的新宠，超模 Claudia Schiffer， 比 Ines 更年轻更金发，虽然少了一点点法式，但更符合全球范围内年轻人的胃口。当然老佛爷和 Ines 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我们片尾花絮说。手稿2，我不是前浪。我最喜欢的一篇对老佛爷的报道是纽约客上的一篇题目为 In the Now 的文章。这篇报道把老佛爷日常中的很多奇葩特点都归结为他的一种想要和最新潮流同步强烈的 In the Now 的渴望，比如家里铺天盖地的书，桌上堆积如山的纸，以及所有对新鲜资讯近乎饥渴的需求。那么为什么老佛爷如此在意活在当下呢？下面我就要讲一个老佛爷早年少有的失败往事，也许能让我们窥到一丝蛛丝马迹。这是由老佛爷设计的香奈儿1999年春夏系列的秀场，这场老佛爷以未来浪漫风为主题的秀口碑普及，纽约时报的标题更是直接拉踩，说是 Galliano 狂飙，香奈儿过时。要知道当时正是极简风大行其道的时代，1999年前后的 Helmut Lang、Joe Sander、Giorgio Armani、Calvin Klein 都是风生水起，而当时代表着布尔乔亚式优雅文艺风的香奈儿再一次显得有点过时了。而过时在时尚行业可是最大的失败哦，坊间甚至流传起老佛爷要走人的谣言。虽然香奈儿老板力挺老佛爷，说他是终身合同，想玩多久玩多久，然而外界的差评显然刺激到了老佛爷，因为接下来他以外科医生一样的冷酷和狠绝，不仅对品牌做了大换血，还重新改造了自己。比如他裁掉了好几位合作了30年的核心团队，然后斥巨资将香奈儿全球200多个店铺重新设计。接下来他开始对自己下狠手了。之前因为分手体重飙到了200斤的老佛爷，仅用了1年时间就减了80多斤。他还把家里所有的老东西都扔了。他说 You can't build a future if you are tied to your own past。 当你心系过去时，你是无法创造未来的。同时老佛爷还加强了对自己作为图书出版人和时尚摄影师的宣传，同时拥有多重身份，这让他在时尚创意行业的地位更加无可取代。看到这里我不禁感叹，我们每个人都恐惧失败，即使是老佛爷也不例外。尤其是在时尚这样一个天然就要与时俱进的行业里，他必须改造自己，必须活在当下。Il n'y a pas d'acquis. Il y a un proverbe allemand qui dit pas de crédit sur le passé. Je tiens à rien, en moi, juste parce qu'il faut bien entretenir la machine. Sortir de là, c'est pas très grave. 老佛爷自己说，他减肥不仅是为了能穿进他的迪奥男装，更重要的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可以改造自己的人，可以与时俱进的人。我觉得他想对世界说的是，我不会被肉身打败，不会被时间打败，不会被生而为人的弱点打败，没有任何浪潮能把我拍在沙滩上，我80岁也永远是后浪。手稿3，是宠是爱。以下这3张手稿，大家能看出他们有什么共通点吗？答案是他们都是老佛爷的最爱。让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张图，这是老佛爷的情人 Jacques de Bachet， 生于贵族之家，纵情声色的万人迷， Dandy 这个词的最佳代言人。Jacques 追求一种远离正常生活和道德标准的生活方式，并将其演绎成一种危险的魅力。用他自己的话说， Decadent is a beautiful way to fall。 Jacques 和老佛爷之间的关系不是情人，胜似情人。在法国记者 Marie Odavi 于2017年推出的 Jacques de Bachet 传记中，提到一次老佛爷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
我和他在一起18年之久，虽然被他的身体和外貌吸引，却从未有过性生活。我是一个彻底的清教徒，却沉溺在他的桃色冒险之中。虽然是柏拉图式的爱情，但老佛爷对 Jacques 的爱却矢志不渝。Jacques 去世后，一向自律的老佛爷暴涨了几十斤，并且公开声称再也没有为谁动过情。Jacques 病危时，老佛爷在他病床前日夜守候，而 Jacques 生前，老佛爷纵容他所有的放荡不羁，甚至还不惜和本来良性友商关系的 Yves Saint Laurent 变身情敌，因为 Yves Saint Laurent 也被这位 Jacques 迷得神魂颠倒， literally 神魂颠倒。据说 Yves Saint Laurent 在一个 party 上，因为盯着 Jacques 过于狂热，导致出门撞到了柱子，头破血流。那围绕 Jacques 老佛爷 Yves Saint Laurent 和他的情人 Pierre Berger 的故事，沸沸扬扬，写满了上世纪70年代的时尚史。然而我最好奇的点是，老佛爷为什么对于一生挚爱可以做到深爱而不占有？后来在一期老佛爷死党 Amanda 在老佛爷的旧宅里做的 room tour 视频里，我一下子悟到了这个原因。He always used to tell a story that he wanted to play the piano, but his mother said he had such ugly hands. 看到这儿时，我鼻子都酸了。老佛爷一直很喜欢钢琴，还和顶级钢琴品牌 Steinway 设计过联名款，而这架美丽的黑红漆钢琴放在那儿一直没有人弹，最后沦为了客人们放水杯的吧台。直到有一天，老佛爷把它送给了好友 Amanda。我觉得 Jacques 也许就像他送走的钢琴一样，这么美的东西放在家里，虽然喜欢，但驾驭不了，索性给他自由吧。他对待爱物和爱人的这种深爱却不敢占有的态度，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他妈妈长期对待他的方式的影响。虽然我们不能一有问题就找原生家庭背锅哈，但他借口锅确实和他妈妈关系不小。Quand vous étiez petit ou à l'adolescence ou plus tard, est-ce qu'à un moment vous avez un peu idéalisé votre mère? Non, elle était parfaite, elle était marrante, elle était amusante, elle était spirituelle, elle était culottée que jamais j'ai vu quelqu'un avec autant de culot. 老佛爷是这么描述他妈妈的，他说她冷酷而强大。当老佛爷说话时，他妈妈会让他说快一点，因为他没有时间听他说那些废话。当老佛爷弹钢琴时，妈妈会走上前来，关上琴盖，说：“你还是画画吧，画画没有噪音。”当老佛爷请妈妈保管自己的旧物时，他直接把他的日记扔了，说这样就不会有人知道你多蠢了。最夸张的是下面这段，妈妈对待他少年时期被侵犯这件事的态度，简直让我难以置信。Racontait tout, et je me souviens quand j'avais 11-12 ans, le même été j'étais attaqué par un monsieur et par une dame. Et ça se faisait beaucoup. Alors, les Allemands sont assez comme ça. Hein. Et alors évidemment la première chose quand je racontais tout à ma mère, je lui racontais ça. Vous savez ce que ma mère m'a dit? Mais c'est ta faute, tu t'es regardé? Tu n'as qu'à te comporter d'une façon plus discrète et ça t'arrivera pas, c'est ta faute. 看到老佛用这样看起来无所谓的语气直言童年时受到的创伤，我真是感觉非常难受。不知道这些童年经历对他后来的感情生活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幸好后来有了他的爱宠 Choubette， 朋友们都说这只猫让老佛爷柔软了很多，因为 Choubette 是一个他深爱但不会给他带来任何伤害的小猫咪啊。难怪他把自己的大部分遗产都留给了他。手稿4，节拍不止。2019年，老佛爷为香奈儿创作的最后一场秀，很多模特都默默垂泪，尽管全场起立鼓掌，却已无人出来鞠躬谢幕。在品牌为看秀嘉宾准备的礼物中，有一幅老佛爷画的素描，上面是他和香奈儿女士并肩散步的场景。手稿上有一行潦草的字迹 ：The beat goes on。在看到这幅老佛爷的手稿和这4个字时，我不断地想起我们之前节目中介绍过的时尚女魔头 Anna Wintour。作为2个时尚界最知名的节拍不止的打工皇帝样本，我越往深研究，越觉得2个人相像。除了2人都是重度墨镜依赖者，永远是前浪焦虑者以及完美主义强迫症患者以外，2人还都有一个冷酷且强大的父母，并且都希望获得他们的肯定。安娜在当上 Vogue 美版主编后，第一时间做的事就是给她的爸爸打电话报喜。而老佛爷在羊毛局大奖赛获奖后，给妈妈写了长达8页的信，第一句话就是：妈妈，这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在外人看来，他俩最终都活成了他们父母的样子，冷酷且强大。然而真正了解完他们情感世界后，我发现推动他们绝不妥协的永远向前的最底层的动力，反而正是他们深层的情感需求。Il y a encore quelqu'un qui vous connaît vraiment, vraiment, ou vous pensez aujourd'hui qu'il n'y a que vous qui vous connaissez? Quasiment impossible. Et que je désire, même pour les gens que j'aime infiniment, que ça soit impossible. Je ne veux pas être une réalité dans la vie des autres.
Je veux être comme une apparition. Ça apparaît, ça disparaît. Je ne veux pas avoir de réalité et de poids dans la vie de qui que ce soit parce que je ne désire pas ça dans la mienne. Ça, c'est le secret de l'histoire, à mon avis. 老佛爷说，没有人真正了解他，即使深爱的人也很难。他不想面对任何人的真实，因为他不想面对真实的自己。他从不承认自己是孤独的。他说，孤独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简直是奢侈品。你们觉得真的是这样吗？好啦，喜欢这期内容的话，别忘了一键3连。最后别忘了关注我，这里是天才女友，眼界改变人生，我们下期见。对了，老佛爷和 Inez 后来终于和好了。2011年，78岁的老佛爷再次邀请54岁的 Inez 为香奈儿压轴走秀，两人在分手20多年后尽释前嫌，手牵手一起绕场谢幕的场景，成了时尚史上的经典名场面。不得不说，青春易逝，但情感或许会永存。